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16号抵达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从17号开始，中美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交换意见。中美重启气候变化商谈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中美双方预计会谈及哪些内容？中美双边关系现状对气候合作会产生哪些影响？来看报道。17号上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北京饭店与克里举行会谈，持续约4小时。谢振华表示，16号与克里见面后做了一些统计，发现自从他们分别被任命特使以来，已经见过53次，认为双方可以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克里表示，希望双方开始采取一些重大举措，向世界发出信号，表明两国严肃应对人类自身造成的共同风险、威胁和挑战。事实上，克里与谢振华已经是老相识，在克里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期间，两人曾共同参与巴黎协定的制定。在拜登政府担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后不久，克里就于2021年4月访问了上海，成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高级官员。此次访问也推动中美就应对气候危机发表联合声明。5个月后，克里再次访问天津。中方将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精神，同美方就气候变化的相关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携手应对挑战，增进当代和子孙后代的福祉。目前，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许多国家正处于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持续的热浪凸显全球面临气候危机的关键时刻。这更令世界期待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取得合作成果。After the planet recorded its hottest week in history and extreme weather continues to cause death and destruction globally, the world's two biggest polluters will hold climate talks in Beijing.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克里下飞机后走进的是中国首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而与此同时，一场极端热浪也正在美国肆虐。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两个大国能否摒弃外交分歧，将关注点放在重要的气候目标上。法新社报道称，目前全球各地都深刻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已经有将近1年没有正式讨论气候问题了。经历了数月的紧张后，现在的气氛似乎是恢复交流。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指出，气候变化问题的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包括欧洲在内的所有国家齐心协力，而不能仅靠美国或中国单方面解决。中美两国重启气候谈判对于全球都有积极意义。现在看的话呢，气候变化的问题日趋紧迫，各国实际上在巴黎协定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都提出了3050甚至3060这样的一些目标，所以呢，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的话，各方都需要做出积极的努力。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美两国的气候外交历来都能左右全球的气候谈判。其中经典案例就是2015年在中美合作下促成了巴黎协定的达成。但是随着近年来中美政治关系的紧张，两国的气候外交也出现了降温。去年8月，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后，中方停止了与美国的气候对话机制，一直到当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才恢复非正式的气候谈判。此外，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也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该法案对美国国内的清洁能源提供税收优惠，以对抗中国企业在该行业的全球领导地位。目前，中国新增的清洁能源产能超过全球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分析人士还指出，克里此访期间有可能也会提到中国应当停止开发新的燃煤发电项目，但是中方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外界还注意到，近来美方还强行将俄乌危机与气候变化议题绑定，企图以气候借口胁迫中国对俄施压。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对中国持续实施打压遏制政策，影响了中美气候对话取得成果的前景。在美国的相关法律中，以及它即将执行的一些政策里面，可能还是要排除中国的产业和制成品，比如说。有的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所以这一方面的合作能不能展开，这是关系到未来中美围绕气候变化的一些合作的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克里此访是其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身份第3次到访中国，也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后，近期第3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有观察指出，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不仅可以帮助地球，还可以帮助中美关系避免脱轨。克里此访延续了近期时间中美高层互动的良好态势，为接下来包括美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内的美国高官访华奠定基础。一个是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整体的安排和进程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另一个就是因为气候变化涉及到新的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所以呢可能会对全球的包括特别是中美的气候相关的这些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赵先生您好。7月17号，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北京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举行会谈。您如何看待此次克里到访呢？主持人好，克里此行的目的，我相信非常明确。正如 CNN、路透社、法兰西24这些欧美媒体所言，是以气候问题来修补中美之间充满裂痕的双边关系。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CNN 就写道，当前遍及两国的极端高温天气，让所有人都可以意识到，所谓的气候问题不再是某种假设的危机，或是理论上的挑战，而是可以用皮肤真切感受到的生活现实。但对于克里此行的最终成果，我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这已经不是克里第一次就气候问题访华。2021年，他曾2次带着相同的议题来到中国。其中9月的那一次，我当时在评论中就说过，中美对于气候问题和两国关系如何联系有着结构性的认识不同。美国一直以来宣称要在气候问题上达成共识，然后将这种共识延伸到中美关系更多的领域，也就是局部带动整体。中国则希望首先就两国关系的普遍原则达成一致，然后将这种原则适用于包括气候合作在内的具体不同领域，也就是整体驱动局部。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021年9月就与克里强调，气候问题之于中美关系就像沙漠中的绿洲，如果沙漠得不到有效控制，绿洲迟早会被侵蚀掉。如果说2年前这还只是某种方法论之争的话，那么过去这2年完全证明了中方的观点，或者说是担忧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美国当前近乎于歇斯底里的反华情绪沙漠中，要寻求一种健康的、有建设性的气候合作绿洲非常困难。那其中的难点究竟在哪些方面呢？我主要归纳为2点。第一，气候合作是具体的，不是流于想象的，它必然包含经济领域，尤其是新能源产业的对接合作。但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拜登政府早在去年9月，甚至是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针对中国关键产业的遏制计划。而根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公开发言，美国人瞄准的所谓中国关键产业共有5个，除了广为人知的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最后一个正是清洁能源。某种意义上，就算克里有呼吁气候合作的意图，中国也很难相信克里身后的美国有落实这种意图的能力。就像 CNN 在报道中用一种消极的态度写道，克里此行意味着华盛顿的决策者会取消对于中国光伏发电产品的进口关税吗？很难。第二，克里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意志，也是值得中国怀疑的。就在克里此次访华前，外界注意到7月13日，克里在众议院遭到了共和党的围攻。其中有观点认为，考虑到当前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克里去到中国和中方官员进行气候谈判，就已经是一种错误了。熟悉历史的人们不难发现，这就是当年的麦卡锡主义。对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固执己见，克里的回应是：美国不与中国对话才是外交、政治乃至常识上最糟糕的选择。但克里说服了这些共和党人吗？显然没有。所以悲观一点，正如 CNN 所说，
克里此次访华就是一次带有象征性意义的中国之旅，很难有突破性的结果。乐观一点，我会认为克里的到来无论如何向中国人表明，麦卡锡主义固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但不代表美国社会内部就没有寻求接触、寻求务实合作的声音存在。中国会努力寻找、倾听这样的声音，就像在当前不尽如人意的中美关系大方向下，我们仍然欢迎克里的第3次到来。